寸之地，碾落做成泥。冷眼照风雨，楚河我自知己，叹命运。只见众生如雨，黄沙淘尽。 渐入痴，举中指，散如雨，步步现踪影。纵使真剑气，拼命破残局。举中起，冷落雨，缓缓虚实情，天地作chứng。 铁鹰手下有一支精锐，最善暗战，夜袭乌阳关，火烧盘营口，屠戮青石寨，倒是从未失过手。这支队伍我有所耳闻，他们出手之时，必是月黑风高之夜，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这么看来的话，我们恐怕胜算不高啊。 但也不低。这支队伍之所以擅长夜袭，是因为这些士兵听力过人，所以才在黑夜中如入无人之境。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如果利用竹林提前布置陷阱，趁其不备困住他们，再从暗处弓箭伏击，这样或许可多出2分生机。少城是仓木寨的暗号。 你可以用它让寨子里的人帮你布置陷阱，行动时用这个和他们沟通。多谢。铁鹰交给我。雕虫小技，阿九这手，杀人时稳，
上药却斗得恋爱，我没有活好你，不必在意。我很在意。以前是军令，可现在是职责。那以后呢？以后再说。无论如何，我都会护你周全。铁鹰退走，你爹那里安全？多谢婶子。劳您这般照顾，为了护我，苍木寨舍了不少兄弟。这等大恩，楚昭无以为报。苍木寨经营下护你周全，自当说到做到。铁鹰虽退，但萧南郡势必会增派兵马。你们尽早离开吧。且慢，这是我阿爹给我的玉佩，待此番事了，我回到楚都，苍木寨可凭此玉佩向我讨封。好。真是块好玉。来，先把药喝了。再来个这个。你有没有发现，他看你的眼神有些古怪？他没恶意，但确实古怪。铁鹰应该已经逃回萧南郡了，萧巡的人应该还会再来，此地确实不宜久留。不错，我们尽快离开。寨主，经此一战，我们折了3个兄弟，还有7人重伤，毁了东面3处陷阱，需要重新布置。先将兄弟们好好安置吧。是，我这就去办。走。要准备走了？嗯。慈心的话就不用说了，歉也已经道过了。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当年我阿爹剿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不信，我要听真话。这寨子里处处都是我阿爹的手笔，我不信只是一个剿匪误会这么简单。若真是误会，木棉红为何不解释，反倒任由他逼他跳下悬崖？若你们不肯说，我找我阿爹问清楚也是一样。你了解你阿爹吗？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爹，他是大楚战神，是无所不能的边郡英雄，人人都敬仰他，崇拜他。也包括你在内吗？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不喜欢。为何？
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是云中百姓的英雄，是大楚的英雄。但我想要的，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会给我雕木头娃娃，会陪我看烟火，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但好像这些都没有。那你娘呢？我娘，我娘应该很好吧？我阿爹说，她是世上最完美的女子，满腹诗书，琴棋书画皆是一绝。可惜我见不到了。我娘去世的早，自我懂事起，就已经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忆。有时我想，我娘要是在就好了，她一定会在我阿爹数落我的时候替我出头，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会在所有人都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依然视我如珍宝，处处都护着我。但好遗憾，我娘不在。有的时候我会埋怨我自己，为什么不能从出生那一刻就记住所有事情，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模样。我爹虽然说爱我阿娘，但整个将军府19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张关于他的画像。那你想象中，你阿娘长什么样啊？我阿爹说她是楚都贵女，她一定是个眉如远黛，眸若秋水，肌肤胜雪的女子。丫头，无论你娘长什么样，你阿爹爱你，胜过自己的性命，这件事从未改变过。韩昭，我那么聪明，怎会不知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没错，这就够了。你娘也一样。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实则恕罪。我们的人马呢？苍木寨地形诡谲，竹林中机关密布，我们的人马这算过半。但属下已摸清他们的布防，请准属下带兵再攻。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他急着返回云中郡，断不会在苍木寨久留。苍木寨去往云中郡，必经王城。既然苍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苍木寨据守苍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灵就更难对付了。天
爷爷，传信说嘛，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恭喜陛下又赢了一局。你说，阿昭姐姐会不会有事啊？陛下别担心，长公主走之前，奴婢卜了一卦，长公主此行啊，定是遇难成祥。陛下，三舅舅，你这么晚来，是不是姐姐和舅舅出了什么事？你言来舅舅武功很高，会照顾你阿昭姐姐的，不要担心。只是这楚宁将军擅自斩杀朔漠使者，恐引来祸端，而且他旧疾复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那日朝堂上，太傅说过，若楚将军出事，朔漠会起战事，所以边郡需要早做准备。正是如此。这云中郡20万边军，关乎我大楚命脉。若朔漠趁虚来犯，阿宇，你敢不敢一战？孤必然要迎战的。大楚从不惧于战。好，那三舅舅再问你一件事：如若楚林身死，这20万边军该交给谁来统帅？燕来舅舅，他武功很厉害。那陛下就先准备好诏书，也好早做打算。陛下且慢。谢大人真是急性子呀。陛下，兵者，国之大事，当朝议，而非谢大人私下怂恿。太傅，是想贻误边关战机。太傅掌印，未得臣用玺，此诏无效。调兵需3省共议，您这任人唯亲的性子，该改改了。萧巡传信，楚林病势沉重，大楚朝堂已乱。他想请我3000朔漠精兵绕行萧南郡，直取望城，与萧南军合围云中郡，而后共分大楚。他倒是比谁都着急，这些年的稚子时光，愣没磨出点耐心来。楚岭啊，楚岭！咱们俩缠斗足足20年，你舍命相守的大楚，早就被蛀空了。朝臣倾轧，连质子都还勾引外敌破国门了。如今也该是收取云中郡的时候了。可萧南郡山道险隘，粮草辎重难以通行啊。望城在云中郡的后方，守备不过尔，轻骑简从，连夜奔袭，快速攻下，不成问题。去，告诉萧巡，本王在望城等他。儿啊，此事还需三思。朔漠王他狼子野心，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么多年来，他处处试探，
为父始终没有答应与他合作，就是怕多生事端。你能保证朔魔人进了萧南，事事能够尽在掌握？如果没有万全之策，不妨再等等。儿子明白父亲的不幸，只是有些事情不是忍耐就可以解决的。儿子不想再重蹈覆辙。武林病重，眼下是最好的时机，借朔漠的刀，祭我们萧南的旗。为父明白了，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就去做吧。多谢父王成全。不如还是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一程吧。苍木寨因我卷入风波，无辜死伤众多。这份情，楚昭记下了。诸位倾囊相助，有何所求，直说无妨。嗨，我们有啥可图你的？望长公主顺利回到楚都啊！到时候别忘了兄弟们，随便给点赏赐就行。一定。那块玉，烦请替我保管好。当然。苍木领往望城虽距离不远，但难保不会有萧南郡的死士追击。这山下每隔半日，就有望城士兵巡哨，你们要多加小心。多谢婶子提醒，我们自有办法。那就好。保重。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按理来说，此诏令此时此刻已经离开楚都了。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就是我拦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我不同意，他就发不出去。谢大人，这是自视身份了，本官不能将你问罪吗？太傅当然能，可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咱俩两败俱伤，大楚危矣。你既然知道，怎么不劝劝你自己呢？你谢艳芳不怕大楚危矣，我邓毅就怕。许你半夜去找陛下循循善诱，我就不能为陛下分忧了？太傅自然是不怕的，像您这般分忧，何尝不是越俎代庖？没有陛下裁定，竟敢自己下发诏令，莫非这大楚的皇位，你也想分忧，替陛下做一做？谢大人真是高看本官了，这些事情陛下皆已知晓。倒是你，真当楚灵杀了一支朔漠军队，这天下就能太平？一旦楚灵仓促而亡，云中郡兵马混乱，那才是大楚危矣。别人不知道，你我都知道，云中郡陷入混乱，萧南王会怎么样？萧南王会怎么样？太傅不该最清楚吗？当日不是你一力主张萧巡回萧南郡，质子归朝，当想到有这日。谢艳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长公主令在此，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葛大婶说，望城每日这个时候会派兵巡山，果然不假。所以，你说的制胜奇招究竟是什么？自投罗网。你是想故意被这些巡山的士兵给抓住，趁机去望城？所以还请谢统领，待会儿记得手下留情。你们是谁？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居然是他！此人上一世曾在阿爹麾下做先锋营，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好像还只是望城守军里的一个小卒。梁强，你怎知我名字？谢大人既然不允许我调派新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你的人罢了。那谢大人认为，阻止得了我，就能安插你的人手了？太傅不信我，我也不信太傅，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楚灵，相信楚灵临死之前会安排好一切，不会有混乱，不会让朔漠贼趁虚而入。大楚危则危我们自身，楚灵也是一样。大楚危，他女儿身为长公主也是死路一条，楚灵是不会让自己女儿陷入危险之中的。好，既然不能调动将官到云中郡，但谢大人，你家私养的那些兵马，也不要踏足云中郡。令尊牵扯三皇子案的卷宗，我读过。你究竟是谁？三皇子伏诛，旧部尽数被贬黜，梁家自此没落。梁公子沦为巡山小卒，难道就甘心在这荒郊野岭了此一生？你究竟是谁？来帮你的人。我们不过是从仓木寨逃出来的山匪。梁公子在此巡逻，路遇山匪，将我们押回去。可是大功一件，我们不过是想弃暗投明，梁公子莫要多心。你只需权衡一下，这功劳，你要还是不要？到了望城，你们若敢耍花样，我随时取你们性命。公子既肯收下这份功劳，我们自然守规矩。谢大人，你家那位九弟，打算把长公主拐到哪里去啊？他们两个受罚的受罚，养病的养病，何来拐带一说？那本官提醒你一句：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可这挟长公主啊，只能令一个楚灵。而且得不偿失，你应该很清楚。那太傅也应该清楚，楚昭不能死，他必须得活着。只有他活着，朝堂才不会再起谋逆之乱，你我这盘棋才能继续下去，不是？如此，就希望你家那位九弟能不负众望，保住长公主的性命啊！这是自然。不过太傅有句话说错了，不是我家九弟拐了长公主，而是长公主拐走了我家九弟。
看来太傅的胆子也是大呀，亲赐的棺材也敢挪。长公主身居高位都能走，此物有何不能？好厉害！我也来，我也来。哎呀，齐娘子、阿唐娘子，哎，真是坏了我的好心情。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了？是因为我们没有给楚唐娘子行礼吗？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这样阴阳怪气的，做给谁看呢？好啊。那我也想问问阿唐娘子，你知道你叔父魏将军楚灵没有守护好边郡，百姓都会遭殃的吗？我知道，大家口不择言，是对民众、国事担心，这样很好。我们闺中女娘们就应该多多关注国家大事，这样方才能知道世道艰辛，民生疾苦。但是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管中窥豹，自以为是。什么口不择言？我们说的都是事实。什么是事实？眼见才为实。你是亲眼见到我叔父防守失误，朔漠人占到便宜吗？你还想狡辩？你们知道云中郡有多大吗？你们知道一场战事有多少将官吗？你们知道朔漠横亘在大楚的商道上有多少朔漠人在我们往来运输的道路上吗？只要朝廷查明了罪责，会定我叔父有罪无罪。只是现在，你们谁都不能空口定罪。战事一起，瞬时万变，错综复杂，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听。而且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云中郡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能人云亦云呢？走，走啊！阿唐，我……对不住。楚小姐看起来兴致倒是不错。楚家如今风雨飘摇，还能喝得下茶去。你要是想来看笑话，里边请，说书先生那儿更热闹。阿唐，怎可如此对太傅无礼啊？太傅想看戏，我便介绍他去戏园子，怎就无礼了？难不成我们姓楚的这就给定了罪，一句话都说不得吗？当然说得。阿唐娘子直言不讳，令人钦佩。即便你叔父真的不幸获罪，还有一个长公主为你撑腰啊。太傅说的在理，告辞。阿唐，等等我。完了，我这方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对呀，后怕了吧？你刚才不还挺威风的吗？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方才就是在气头上，我哪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呀？这眼下回过神来，我魂儿都快吓掉了。不过事已至此，我说便说了，谁又能拿我怎么样？阿唐，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从不与人争执，更别提为了楚将军跟楚昭。叔父啊，叔父，你可千万别被获罪啊！我的阿昭，你可快点回来吧。你这伤都还没好全，就敢这般折腾？我有分寸。此人真的可信吗？梁强就算官职再小，那也是正经官兵。萧巡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巡的眼线。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
虽然没有软垫高枕，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多好，一举两得。让他们俩下来。这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重载不会超过300-500斤。可这车辙却深于半指，至少得有800斤。车上还有别的东西。看这车辙的痕迹，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有人如此大费周章，想对望城下手。望城是边陲重镇，倘若望城失守了，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前后夹击。是萧巡派人乔装入城，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边关军令第10条，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以萧巡的身份弄几块这样的令牌，易如反掌。随我进城，你们先回去。跟上。世子，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信古关，到达距离望城不足100里的沙朗坳。让他们扮作商队，拿着潼关文牒走官道，沿途切勿怠慢。是。等他们攻下望城，我们再出兵。姐，不好了，姐！报信的兄弟说，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向望城方向去了。从萧南郡而来，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一旦失守，萧巡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到时候云中郡守军腹背受敌，粮草断绝，朔望边军可就成了笼中困兽。坏了，那2个还在爱角城，恐怕也已经到王城。禀将军，末将在苍木林擒获2名苍木寨山匪。山匪一贯作恶多端，即刻问斩。将军斩我2人易如反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时，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在这儿妖言惑众！若我们真是山匪，何必自投罗网？今日进城，发现有人掩饰身份入城，运草车队车辙印深于半指，分明是藏了武器。你现在应该不是想怎么斩我，而是应该立刻派人关城门，搜查城内，加强守备。住手！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煽动百姓，乱我军心！本官现在就砍了你们头，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上！好一个智胜奇招啊！没死在萧巡的刀下，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了。你说错了，我的自己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啊！反了！速速将这2人拿下，就地正法！谁敢！魏将军麾下部将钟长荣特迎长公主尊驾。
丫头，丫头。丫头，丫头，几年不见，不认识钟叔了？钟叔，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狗官瞎了你的狗眼！这是楚将军女儿当朝长公主。你刚才说要把谁就地正法来着？下官有眼无珠，求殿下开恩。末将眼拙，冒犯了长公主殿下，还望殿下恕罪。不知者无罪。当务之急是关城门，做好守备，查明混入城中的朔漠人和武器。末将誓死守城。赵大人，你的乌纱帽先系你头上。若望城城破，他会和你的人头一起落地。下官誓与望城共存亡。赶紧滚下去吧，下去办事。钟叔，你怎么来了？嗨，你阿爹担心你，非要我出来接你回云中郡，都赶到一半了。这小子来信了，说你们快到望城了，害我白跑了2、300里，急急忙忙往回赶呐。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慢一些。老钟，你这腿脚该好好练练了。哼，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朕后发现，有朔漠军3000从北面而来，已经在望城50里内。断肠苦事残烧，衔泥沼，偏要趁云霄，摘下傲骨血肉成鞘。星火在风起煎熬，烈焰中咆哮，把半夜烧出破晓。命运困我于囚牢，也不想向人低头。求饶，总是有风渺渺，我自桀骜。浮游于路沧海，不问今朝，不问结局，我一心我道。无惧如瑶，留名声于不草，也要燃烧。指尖冲破天光一道，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宫阙九重暗角，只为人笑。纷纷扰扰，人间惊恐把你照照。星火在风起煎熬，烈焰中咆哮，把半夜烧出破晓。命运困我于囚牢，也不想向人低头。求饶，总是有光渺渺，我自桀骜。浮游于途沧海，不问今朝，不问结局，我一心我道。无惧路遥，流连生于浮草，也要燃烧。指尖冲破天光一道，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
在方寸之地，碾落做成泥。冷眼照风云，楚河我自知己，叹命运。只见众生如云，黄沙淘尽。 剑如纸，举壮志，散如云，步步险中影。纵使真剑气，拼命破残局。举壮旗，冷落雨，缓缓虚实情，天地作证。 早有准备，这是要瓮中捉鳖呀！报！报！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东西南3处校门各陈兵500。哎呦，不多，这还不多啊？望城屯兵只有500，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呢？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800也打不过3000，放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3000兵马入境，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除了萧巡，还能有谁？这是打开自家后院，引狼入室。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对呀，阿昭，你此刻走，我们断后，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不能走。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望城在云中郡后方，若是朔漠打下望城，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萧巡再趁乱夺围。所以，望城不能丢，我也不能走。你没事吧？葛大婶，你怎么来了？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这位是葛大婶。苍木寨，山匪。对。我们从东门闯进来，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葛大婶，你来的正好。你如果需要，吩咐便是。我们先回府衙议事。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葛大婶，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先前对抗萧南追兵，已是连累大家。如今望城危急，竟又要拖累你们。话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敌军当前，谈什么拖累？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记着。长公主说的没错，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已经全数缴获。赵大人，布防图。
朔漠兵取道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对，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郡。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我们应当如何？以我对萧巡的了解，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这3000借道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朔漠3000，对我们800，他们还是更占优势。望城城防物资有限，要如何取胜？我阿爹说过，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长公主讲得好，你可有什么谋划呀？阿九，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乃是朔漠人的水源；只有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而且只有明哨。赵大人，水路上游可有支脉、隘口等水脉地势？你要断掉他们水源？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每到旱季便会干涸。如果引水倒是可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这个交给我。你有什么办法？别忘了，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那就劳烦葛大婶安排。你刚说西门有暗道？暗道通往此处，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早已废弃了。阿九，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对吧？不错。那即便是废弃暗道，也能为我所用。赵大人，传令下去，全城百姓庇护，严禁与城外来往。是。另外，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北门敌军最多，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调虎离山。不错。这城门都封闭了，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朔漠3000兵马围城，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急于破城，当然如饿狼变肉。我这贪生怕死之态，我骗不过朔漠人，我去。你一个斥候，凭什么取信于敌？我凭何取信敌军？长公主应该很清楚。大帅，
可往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而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报，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将军，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城内共500守军，皆装备陈旧，疏于训练。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此时南城守卫最少，我们若从南门进攻，可迅速拿下望城。你一个叛军之将，为何要帮助我们？我粮食全族，皆因宫变，无辜惨遭流放，大楚皆视我为草芥，我又何必为他守节？那你所求何物啊？若顺利攻破望城，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取楚灵儿代之。调虎离山，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啊，诡计多端，当杀！主帅，是我来报，望城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带下去。传令，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速速从南门破城。是。粮草起火，大楚烧了我们的粮仓。什么？中计了！中计了！众将士听令，今晚必须焚城度粮。是。上！将士们，随我冲破朔漠大营！
苏木退兵了，此战歼敌2000，我军折损300，宗将军已率兵回城。好，太好了。谢燕来呢？还没有消息。我答应过你，会活着回来。望城大捷，让公主大破朔漠贼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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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唐娘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长公主怎么突然去边关啊？这件事在我心中憋了很久，今日也是终于能说了。你们可知，当满楚都都在骂我叔父主将不力、未战不前的时候，长公主在做什么吗？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她早已千里奔袭，直取望城，大破朔漠军。大破朔漠军，这就是我处事，救国护民，不惧骂名艰险。我们不说，我们只做。不行，这次必须说。从前有人骂楚将军，你们都忍了。如今长公主立下如此大功，岂能再默默无闻？阿唐，开楚元宴，下帖子，让满楚都的人都来夸长公主殿下。也让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好好看看长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人物。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写贺表。你什么情况啊？写贺表啊？写贺表是啊，快走。我的长公主，你不争虚名，但该你的荣耀，一分都少不了。陛下，
今早有800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教朔漠兵大捷。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太傅与谢大人是辅臣，竟纵容至此，理应如何？诸位可别忘了，陛下就是长公主亲自御马杀敌救下的。但长公主私自调兵，是朝廷法度为何物？你身为监国，难道就这般纵容？纵容？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如今长公主解边郡之困，诸位反倒不乐意了？荒谬！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如果大楚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臣等虽然老迈，也敢赴死一战。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甲，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我与太傅绝不阻拦。你，诸位大人莫要生气，只是个建议罢了。诸位爱卿，请听孤一言。望城大捷，阿昭立了首功，这回定要在太傅大人面前扬眉吐气。话又说回来，上次我对他无礼，难保他心中不会记恨。阿昭说，此人虽奸猾，却十分孝顺，对他母亲示好，是拉拢他的最佳途径。阿唐娘子有何贵干？莫不是听闻长公主打了胜仗，要找本官炫耀一番？哪能呢？我是听闻老夫人近日咳嗽，我特地带来了川贝。我是听阿昭说的。可是楚家娘子来了。娘，儿，慢点。来，上次你托人送来的小米，我让人熬了粥，加上腌制的酱菜，真是家乡的味道。老夫人，我是知道，楚昭。儿，哎，娘，楚家娘子3番5次的来送礼，你怎么连杯茶都不请呢？娘，这是楚唐，不是楚昭。老夫人，我是阿昭的姐姐，我叫楚唐。今日啊，特地来拜访您的。送老夫人回房喝药，快去。娘，我们回房喝药。好，楚家娘子都好。
我是良机。好，好，娘子下次来玩啊！哎，楚家娘子都好，都好。老夫人，怕是有什么误会吧？我娘时不时会有些糊涂，抱歉。礼物既已送到，便不再叨扰太傅，告辞。阿昭，他又坏了我的计划。四战过后，朔漠王那边战死2500余人，剩余残兵想要通过萧南郡返回朔漠。既然他们战败，那些朔漠残兵就不要回去了。世子的意思是，杀光所有残余，一个活口都不留。朝廷不是要查吗？那便让他们查个死无对证。若朔漠王知道是我们的人下的手，死人不会告密，溃兵也未必能活着逃回朔漠。就算有漏网之鱼，谁又能证明是我们动的手呢？是。阿昭，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那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公子，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其实这些都是事实，丝毫没有夸大。确实是他带兵击溃了朔漠军，解救了望城百姓，如此大功，也该路不非劫。这样也可以安抚民心，让国朝稳定。如果是个男儿，这样做自然没错；如果是个将官，哪怕是楚灵，这样做自然也没错。但他楚昭是个女儿身，而且现如今已经当了长公主。难道安坐在皇城，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对她来说还不够吗？还要御驾亲征杀敌大功，她与陛下一起登基，她与陛下一起上朝堂，时时刻刻都要站在朝官们面前。现如今她还要站在天下人面前，我看她根本就不安于现状，她这就是要喧宾夺主。她这样做就是在欺负我们家阿玉年纪小。这有什么好激恼的？他拼死守护的是阿宇的江山。他名义上也得叫我一声舅舅，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不过九弟说的对，他确实很聪明，比我想象的还聪明。此次守卫望城，出城800人，但只回来500人。但望城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这300牺牲的将士家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老头跟我说过，征战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我以前也一心求死，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是这乱世的错，但不是你的错。阿昭，光天化日，怎么还动私刑？他们是在草菅人命。阿昭啊，听话啊！或许你不知道，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朝阳终会带走黑夜，而你拯救了我。当你离开以后，我一直循着你的方向去找你。当时我想，若是我活不了，要能死在你在的地方，也不错。原来那个少年就是你。是我。阿昭，是你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你不是总问我，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这就是原因。风霜万里踏过，燃灯作孤岛，半生飘摇，只因天涯无处停靠。所以，从今以后，我这条命只归你。也不想深感低头求饶，总是有功渺渺，我自桀骜，浮游鱼肚沧海，不问今朝，不问结局，我一心我道，无需入窑，流萤生于浮草，也要燃烧，指尖冲破天光一道，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今次战功已报，罪臣之名已为你斡旋，不日必有封赏。城外如何？回长公主，残兵已肃清，缴获硕墨军徒3府。望城一战，
你功不可没。钟将军已调我入先锋营，末将感激。魏家村，这标记是何意？末将不知，但朔漠斥候既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这就要走啊？我又不是官兵，帮忙守城，没这闲工夫。倒是你，不好那丫头。那自然，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还好吗？活着。他若死了，差人通知我。您要走了吗？这次多亏了有您相助，我还想请您和我们同回云中郡。不了，离开寨子太久了，该回去了。若你再有需要，随时送信到苍木寨。现在上面命令还没下来，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答应。哎，要我说呀，咱们这次主要也得看报纸是消息传过来。是，你说望城此战，这3000数墨兵到底从何而来？只能寄希望于是绕过边境那儿坐镇。难道是我大楚边防有了没信心呢？还是寻找公主一并疗程？我更担心。不会。你也可是处处透着气节，有什么不可能的？万军师会变成如今这样吗？不然怎么可能绕过去？报！将军，望城大捷，长公主率军击退朔漠先锋，斩敌1000余。不愧是将军的女儿，快将军报呈上来。将军，长公主这一仗打得漂亮，就该恭迎长公主啊！咱们楚家女儿真是好样的。就是。将军，长公主亲临文中郡，是振奋军心的好事。末将现在就去点旗仪仗。没错。不必。这次回云中郡的不是长公主，是我的女儿阿昭。末将愿率亲骑接阿昭娘子回云中。云中郡的路他比你们熟，你们都回去休整吧，别耽搁了大事。都下去吧。是。
亲眼看一看。阿走。断肠苦事残烧，仙泥沼，偏要生云霄，摘下傲骨血肉成鞘。星火在缝隙间熬，烈焰中咆哮，把半夜烧出火硝。命运困我于囚牢，也不向深渊低头求饶。总是有光渺渺，我自桀骜，浮游于路沧海，不问今朝，不问结局，我一心我道。无需路遥，流萤生于浮草，也要燃烧。只见冲破天光一道，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孔雀九重暗角，只为人笑。纷纷扰扰，人间惊恐把你照照。星火在缝隙间熬，烈焰中咆哮，把半夜烧出火硝。命运困我于囚牢，也不向深渊低头求饶。总是有光渺渺，我自桀骜，浮游于路沧海，不问今朝，不问结局，我一心我道。无惧路遥，流萤生于浮草，也要燃烧。只见冲破天光一道，让这满身伤痕成